他叫做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男人，自1958年首次出现在电视上，便迅速火遍意大利。一同火爆起来的还有这个摩卡壶 Bialetti。 大家好，这里是 Voa 的咖啡频道。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款经典摩卡壶的创造者 Bialetti。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33年，在意大利的一个小村庄 Conchia 有一间铝制品手工作坊，已经45岁的 Alfonso Bialetti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路过院子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用的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喷洒式洗衣桶。这种洗衣桶中间有一个管子，加热后肥皂水从管子中被吸上来。Bialetti 对这个神奇的洗衣桶看得着迷，直到被妻子的叫声提醒，才回过神来，急匆匆地赶去工作室。Alfonso Bialetti 1888年出生，成年后的 Alfonso 坐上蒸汽火车来到巴黎学习精工技术，这一待便是10年。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用自己学来的技术开了一家工作坊 Alfonso Bialetti Co 正式成立，为意大利提供铝制品。直到一战结束，他重新将铝制品从军用改成家用方向，依然经营着自己的作坊。时间再次回到1933年这天，工作中的 Alfonso 脑海里不断浮现着喷洒式洗衣桶和他妻子宽阔的肩膀、纤细的腰肢和那个时代主妇们的百褶裙。慢慢的，脑海里幻化出一个形状。经过几天的研究之后，第一个 Mocha Express 诞生了。此时 Alfonso 还不知道，他的摩卡壶即将对整个意大利产生巨大的影响。20世纪初，随着 Bezzera 发明的蒸汽浓缩咖啡机的出现，咖啡很快成为了意大利的国民饮料。但是当时咖啡机都很大，很难实现在家中制作咖啡，只有去咖啡馆才能喝上一杯。所以当时咖啡也被认为是一种公共饮品，而这种公共饮品是男性的消费领域，而咖啡馆也被当时的男人们称为家外之家。摩卡壶的出现不仅仅是产生了新的咖啡冲煮方式，甚至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意大利的社会结构。Bialetti 将这种简易制作咖啡的摩卡壶送入了顾客的家中，并声称无需任何能力，人们就可以 In casa un espresso come al bar。 翻译过来就是在家中享用一杯浓缩咖啡，就像在咖啡店里一样，而且让妇女也有机会成为咖啡的消费者。慢慢的，咖啡馆也不再是男人们的家外之家了。1936到1940年间， Alfonso 在意大利的街头亲自摆摊出售他的摩卡壶，每天都能卖出30多台，每年约卖出1万台。这样的销量还仅仅是 Alfonso 进行区域性的销售，当时他并没有向全国营销摩卡壶或者进行工业化的生产。直到1943年，意大利被英国攻占，终止了他传统的销售方式，他将 Bialetti 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Renato Bialetti。 二战结束后，正值战后繁荣期， Renato 大刀阔斧地对公司进行改革，他舍弃了其他铝制品的生产，专注于生产摩卡壶，产量提升到了每天生产1000多个，并在各种平台宣传自家的摩卡壶，包括广告牌、报纸、杂志以及电视等。1958年，在意大利电视节目 Carosello 的休息期间，出现了一个小胡子形象的男人在用摩卡壶煮咖啡。这个形象的灵感来源于 Renato 的涂鸦，后来由插画师 Paul Capone 设计成为 Bialetti 的吉祥物以及 logo。 在现在 Bialetti 的摩卡壶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个经典的形象。Bialetti 的成功与这个小胡子男人有着很大关系。顺便插一句，包括之前的 Lavazza Camiseta 也是在这个 Carosello 节目期间播出的。此外， Renato 从不错过每一届的米兰博览会。博览会上， Bialetti 的摩卡壶每次都是最大的赢家。1956年， Bialetti 在博览会的外面展出了一个巨大的摩卡壶雕塑，并在广告牌上写着 In casa un espresso come al bar。 意思是家里的一杯浓缩咖啡就像酒吧里的一杯浓缩咖啡一样，博得了所有人的眼球。得益于营销的成功， Renato 进一步扩大生产，将产量提升到了每天生产18000个，约每年生产400多万个摩卡壶。按照这个数据估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90%的意大利家庭都有一台 Bialetti 摩卡壶，和已经出售3亿个摩卡壶的说法并不是吹嘘出来的。1970年，创始人 Alfonso Bialetti 去世，公司全部由 Renato 接手。从70年代开始，各种廉价的家用咖啡机涌入了市场，摩卡壶的地位逐渐被小型浓缩咖啡机所取代，公司的销售额出现了直线下降。1986年， Bialetti 被出售给了飞马，在此期间 Bialetti 除了摩卡壶还生产其他一些小家电。1993年， Bialetti 的所有权再次发生变动， Francisco Ranzoni 也就是 Bialetti 现任的董事长从飞马手中买回了 Bialetti。 1996年， Bialetti 制作了一个超大型号的摩卡壶，这个壶高102厘米，
重125公斤，是唯一一个可以一次性制作100人份咖啡的设备。此摩卡壶也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这款摩卡壶被诸多竞争对手模仿，但是比亚利体仍然是摩卡壶市场的标杆。而且很多模仿者开始推出不锈钢材质，但是比亚利体仍坚持认为铝制摩卡壶制作的咖啡更好喝。而且有趣的是，比亚利体还认为残留的咖啡渣会让后续制作的咖啡更加香醇，建议不要将摩卡壶洗得太干净。很快时间到了21世纪，2006年，比亚利体开设了第一家单一品牌的零售店，主要产品为摩卡壶、杯子和咖啡豆。次年，比亚利体在意大利正式上市。2010年，比亚利体推出胶囊咖啡机，以迎合用户对浓缩咖啡的喜好。比亚利体在2014年重塑了经典的摩卡壶，不论是摩卡壶适用于电磁炉等电加热炉，保留了铝制的上半部分，将加热部分改成了不锈钢的材质，造型也进行了微调，整体看起来更为圆润一点。此外，比亚利体还生产过一些特殊型号的摩卡壶，包括这种自带分流嘴、可以自动分杯的 Mini Mocha Express， 还有这种自带电加热的 Mocha Electric。 但是流水的比亚利体，铁打的摩卡壶，无论在哪个时期，摩卡壶永远是比亚利体销量最好的产品。如今的比亚利体依旧是摩卡壶的标杆，依旧是经典中的经典。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